然后让他快乐的。我只能说，他超越友情，不单纯，涵盖了很多。有些时候我们演着演着就是说，你是不是爱我呀？就那种。哪怕到最后他们有了矛盾，其实什么都不用说，又能够懂得对方、谅解对方。所有的事情都是为我好，我都能理解。海兰觉得如懿是温暖的，是仗义的。红楼炭事件的时候，如懿来救他是那样的奋不顾身。海常在也是皇上的嫔妃，你不能当着奴才们的面羞辱她。你脱了她的衣服搜身，你不是要了她的命吗？就是他是有一种，就是我只要他开心，我只要护着他就好了。紧接着下一个百花丹的事件的时候，海兰是奋不顾身的去为如懿洗清冤屈。有一个台词是：为姐姐当日如何拼死维护我的清白，臣妾也只是拼死维护姐姐的清白而已。接连在一起的事件，很快的就把两个人扣得非常紧密，慢慢的把心里的东西又加深了。海贵人，这今后要送什么东西，您别亲自来了，这太危险了。您把东西交给我，我递给他就行。我得知道你叫什么。我叫凌云彻。我觉得如懿的价值观、个性上面跟凌云彻之间还是有共同点。就拿现代话来说，是三观相同。他跟如懿之间的界定就像无论你走多远，无论你经历了什么，只要你回头，我凌云彻永远会默默地为你打这把伞。微臣只是希望皇贵妃将来的路可以平安顺遂，而微臣会跟随在您身后，替您照亮身后曾经走过的路，不至于您回头的时候连退路也难以看清。就那种情感是在一个宫里边，你对对方，你是可以安心的信任的一个人，对，所以他对如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大什么呀？他们情感的建立和彼此作为对方信仰的建立，其实是在一件事去堆积。快我看看，这蛇有毒，我得把毒解析出来。索性打盆水去。无论是事件上的堆积，还是岁月上的累积，就经过这么长时间，它成了一种情感，经历太多的生死，这才是他一生的宿命，也是他的任务，也是他一生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在这红墙里边，在我寒冷彻骨的时候，给我温暖的是你和凌云彻。周迅在表演上品格也好，风格也好，气质也好，根据如懿的这种现在的表演有一个提升。从一个小女孩委屈，脑子里都是幻想的，有点叛逆的一个青音，慢慢变成一个皇后，她这一切非常清楚。他也很辛苦，这一路来就是没有做其他事情，就很专注在这个戏里面。他是真的付出了很多。拍戏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时间，每天都台词啊什么的。他非常认真的在看剧本，在揣摩角色。有些时候他会说：“那如懿这个时候会怎么想啊？如懿这个时候一定不会这样啊！”真是佩服他，我真是太用心了。那种台词量，他头天晚上得做了多大的功课呀？基本上很少看他拿剧本。你要知道，他是属于那种认真到一个词一个词都会去细细琢磨的人。就是他每天做足了功课，他每一场戏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最细的一组镜头就是有一场戏刚跟皇上吵完架，周迅老师要看，印象特别深，是有特别细腻的点出现。他有一个过门槛的时候停了一下，他看看他那场戏是怎么表现的。然后有没有到位？他觉得不 OK 的话，他可能会要求再重新来拍这场戏之类的。周迅的表演也非常非常的吸引人，而且能够有很强的代入感。演戏下来的感觉都彼此觉得很舒服。那很多东西都是剧本上没有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都在那个角色里面，又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到最后是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不用去交流了。
他的戏呢是绵里藏针，看似很散淡的这样戏当中，他内力很大。他是一个非常有灵魂深度的演员，我不敢使劲对着他眼睛看，我觉得他眼睛非常有杀伤力，强大的力量会包裹你。胆大妄为，祸乱国政，桩桩件件，哪件冤了你？我也不敢，让他饶命！你说不敢了，你这一定不会被顶罪吗？我觉得迅姐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能够学得到的，是她就骨子里的东西。他杀伤力不是攻击性，他的眼睛很深邃，你知道吗？很大，然后你会看进去，会想他在想什么，就会被他带走，所有东西都在眉宇之间。迅姐的眼神有一种探究人的一个感觉，用眉宇演戏，用气场演戏，用你眼神去演戏。他的演技是出神入化的，演这么好，真的是这个人的生活经历、阅历到那儿了。就一路看他这样，越演越好，又那么敬业，而且又那么上心。她真的是一个很有精灵气的女人。看她处理一些感情戏，我觉得哇，那分寸感简直太厉害了。我觉得真的是好演员都是用心在演。比如有一场戏是他被他的丫鬟阿若陷害。奴婢伺候您多年，可是主自从被太后禁足，心怀怨恨，日渐乖戾。其实如懿只是给了他一个眼神，那个眼神的内心潜台词就是，我对你那么好，你居然会害我。就那一个眼神，我看了好心疼。所以我觉得迅姐真的是好厉害。你少说一句啊。是因为我要扇她的耳光，然后我就走到迅姐的面前，用我的手测量了一下她的脸，好小的脸，我就非常的紧张，怎么办啊？我感觉自己做不到。迅姐就用了另外一招，你打不打？我没有用，你不要恐吓我，我要打你，我自己会难受死。你这个毒妇！我不是说科班出身的，我并不知道我这下手到底重不重，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疼不疼。打动了！必须得真打，而我的方式，我需要他们真打我，要不然我没办法出来那个东西。迅姐，我觉得拍戏的时候她非常的敬业。有一天就是我和美若去送她一场戏，她就坐在马车里，因为那个马车非常晃，机器要架在里面。副导演就说：“迅姐，你不用去帮他们搭戏了，让我们自己演。”然后迅姐说：“哎，不行不行，我还是得上去，要看着她的视线，她一定要自己亲自去帮你们演。”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他不会去过分的去张扬，他作为这个戏剧的中心点，他是非常明确的，而且他把周围的这些跟他在一起搭戏的人，整个气氛都演得非常好。他的状态永远是在一个创作，所以我们都说迅姐是传递给大家能量的那种人。然后迅姐就在任何的一个场合，她都会有这种东西传递给我们，呈现出来那种工作状态是比较，就给大家的感觉好像相对来说轻松，但是里面是非常紧的。包括对每一场戏的要求、准确度，表演它非常的准确。我想我们都有这个心是做好作品，在做好作品的同时，我们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创作的氛围。他有很真的一面，他是很真性情的一个人。他生活中是一个就挺幽默的人。我觉得他生活下特别可爱，他会跟你开玩笑，感觉整个人就很开心。他在私底下更像一个小孩子。你发现她就是个少女。小女生，她会在那里唱唱跳跳，自己在上面就感觉跟表演一样。哎呀，我应该站到这儿来。好，你好，小云姐，那认识他之后，我觉得我就更爱他了。我觉得他像一个小朋友一样，有的时候在现场，他说，想吃一个什么东西了，我觉得他眼睛里都泛着光。说着说着口水就流下来了，然后他自己就会在那笑自己，特别可爱。我们有时候拍的时候会在监视器里面讨论剧本嘛，然后他就这样把鞋脱掉，然后就盘腿在打坐，然后就在那边，然后边吃着东西在那边聊，就觉得那时候就觉得特别像一个小孩子。我觉得他非常有灵气，然后生活中又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他在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然后他没有走到他的座位上，他直接走过来，然后就跟我打个招呼。我当时就觉得特别亲切。只能找一个我心里最顺的，但是我真的是随很无心的，我真的是平时对呀，这个不是我真的。迅姐是我很喜欢、很尊敬的演员，看她的戏我都好喜欢，非常打动人，非常喜欢她，有质感，有沉淀，很娇小但是爆发力非常强的人。特别喜欢跟她演戏的感觉。我觉得太幸运了，我真的有成长的过程。他的智商和情商都非常高，他会看透很多东西。他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但是又很简单的人。周迅在表演上一如既往的好，每场戏都很稳。我们一直在说所谓的一种工匠精神、敬业精神，那我觉得在周迅身上就是，一切都很顺利，我觉得这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你挺棒的，是的呀，我觉得他大概有5000个珠子吧。我们拍剧照的时候，它是分吉服跟潮服，那个潮服就重的大概有10斤，坐的都很累。我们其实穿潮服穿的很少，我只穿过皇后册封的那一场。起，帝后同心，万事齐昌。说，帝后同心，万事齐昌。那天其实很壮观，大场面，然后而且所有的妃子都穿了朝服。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因为那个帽子就搁在这儿，这儿基本上就搁了一个印儿。对啊，有好多人第2天这个地方还在青紫，一直压着你的脑袋，然后你抬不起头来。很重是吧？特别重。那个梅洛，就很沉。我刚开始拍那几天就是头疼，拍到下午就开始头疼，然后我的头发掉了很多。觉得我这部戏拍完，基本上练了铁头神功，铁头神功就练成了，每天感觉像顶了个行李箱一样。有，拿来用了。哦，那你有没有给造过呀？没有，我们绝对是神还原。他那个妆容呢就是造型师给我们的一些老的那种图片嘛。然后我们是照着那种感觉去做发髻，去买饰品。洗手间就是得这样子，螃蟹走路。进车的时候也是。因为那个蒙古头实在是太大太重了，我经常就是拜那种大拜的时候下去以后就起不来了，就是必须要人拖起来，就是他直接栽过去了那种。非常好，非常好，起立。对于他来说应该比较困难，加上发髻，加上饰品，可能有10来斤那么重，每天顶着他都很痛苦，就很容易往前遮过去，然后就必须自己在那儿控制住，所以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就是要对抗这个的力量。这部戏的话，我们比别的戏投入的点翠的数量是多3倍到4倍，都是真材实料。我们的头饰上面有很多就是很好看的颜色，像景泰蓝那些东西，包括是点翠，那个是最贵的，一个小小的头饰都是钱。所以我们都特别谨慎，因为走路的时候怕甩了掉了，赔不起啊。在服装啊、饰品这些方面，其实有很多我们需要去适应的，就是包括我们走路的时候，花盆底的鞋。还是要适应，崴脚崴了好几次了，尤其外景的时候是那种石板路。我第1天拍戏，第1天穿上我的花盆底儿，我那天穿上以后，我心情还挺好，我觉得哎呀，特别有那个大家闺秀的感觉嘛，就是整个人都立起来了。结果第1场戏要我在鹅卵石上走，我的妈呀，那个石头还不一样大小，有的这么小，有的这么大，然后那个凹凸不平，已经是宫女扶着我了，我都没办法走得稳，我就一直摔到最后华哥都已经转过来讲说，摔成这样你怎么进宫的？我们戏里的服装，我最喜欢的是迅姐的，制作工艺都很复杂，每一套都是手工的。周迅她说她很希望跟张老师能够有一次轻功戏的造型合作。跟阿叔其实是第一次真真正正的这样子，对于一个角色来讲是第一次。
在这之前呢，周迅也没有演过清宫戏，张树平老师也没有做过清朝的服装造型，所以呢，这次大家都觉得很新鲜所以也谈得很顺利那就开始合作，一拍即合。我的头是真的每天编出来的，它不是只是一个发套。我那个编头发是要用一根带子先把所有头发抠在这个头，我自己这样拿，我大概要拿1个多小时。而且，比如说这次用了很多古董，它耳环就是这么重的，它那个东西就是不能甩那么大头的，留须是会这样子卡在你眼睛里的。眉形我特别喜欢，因为那个其实是非常难弄的，就是说那个人物就出来了，就是用手，对，用手自己点的因为阿叔要求的，以前的人呢，肯定不会那种用那个刷子咔咔刷一下，都是用手点出来的。我发现我有一天读台词，我开始挑多余的字，我觉得这个字可能不要，但我在想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阿叔那儿来的，就是精确，就是你的长短，你的这个领子要扣到哪里，一次一次的试。就我一般站在那儿，我基本上要站1个多小时、2个小时。阿叔有这个功能的。难得了，很乖啊。对啊。阿叔跟我们说，你看看后面人家景是什么颜色，然后你再配这个衣服。红的帽子吧，西服。对，这个是就是在当天晚。每个造型我们都会发照片给他看的，然后他每次都很细细的给我们看，哪个东西不行啊，用红笔给我们画出来。他眼睛是很有力度的。对，我就是喜欢我的衣服，还有我的帽子啊什么的。朝服是很难做的，然后是阿叔他每次就是坐在那个绣工那里，怎么指点，很辛苦。看他有的时候都睡着了以后，然后他还是坚持坐在那里去指点，给我感觉到有一种对美的崇拜。那这种态度很感动人。够了，那这够了。我弄了一个这么难看的东西。有能量的造型，它会帮你入角色，而且还会帮你产生戏。这个是应该是阿叔的珍藏。我去过服装间，哇，非常这样震撼。你要知道，整整2大间房间，还有周迅的衣服在车上。如果说我只是做出了文字方面的努力，那么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给出的就是给人一种视觉的震撼。什么是礼？什么是礼节？就是委屈自己的身体，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可能张小龙这个名字不一定是那么熟，但是温太医当然大家很熟，很多观众也都蛮希望说我到《如懿传》里面演戏的。我说我在演呀，他只是演的幕后的一个角色，礼仪设计。见到皇上可跪，1叩首，再叩首，3叩首。礼仪是让观众更相信你这个戏，更相信你这个时空，更相信你演员塑造角色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给太后请来，侧右腿跪的，侧右腿跪地上啊。我们说清朝是满族人建立的，所以带有很浓重的这种满族特有的东西，所以在很多动作上跟中国其他社会朝代是不一样的，主要是在膝盖上。清朝可能说作为这种尊卑体现的达到了一种极致。比如说婚丧嫁娶这些事情，祭祀这些事情，跟礼俗有关的事情，大到这些卢布仪仗，小到一个举手投足，我们需要这个整部戏的仪式性的东西，因为有没有仪式感，对一个古装戏历史剧来说太重要了，它能够让你的戏更厚重。手放在身体两侧啊，这样下垂，对。勾起你的手，咱们进行下一个动作，来拜。看自己的双手的距离啊，放的位置对不对？
通过不同的礼节，一是表达自己内心的尊重，其二呢，也是为了维护一种秩序，就是你通过这个礼的大小来区分每个人身份的不同。我很喜欢礼仪部分的东西，会帮助我们来塑造角色。刚开始还是会有些不太适应，就现在只要见谁说什么话，我都知道该行什么礼。走路先走哪只脚啊？就是踏门框的时候先踏哪只脚啊？然后该行什么礼啊？我都是还挺感兴趣的。比如说在室外的时候，嫔妃之间是有这样的礼，那在室内的时候这个就不能用。最不容易的，我觉得其实就是老要跪。我们有一场戏是金玉妍刚才我说被打的那场戏，我们不是所有妃子都跪在那儿吗？当时特别逗，刚开始拍的时候，婉英还说。我不用那个护膝。我说你真的得用，没事，一会儿就起来了。拍了一个镜头，自己起来了啊，不行，服装老师给我一个护膝。真的呀，因为我没有想一跪要跪那么久呀，结果跪了一会儿之后，发现真的要疯。因为我们戴着护膝都觉得疼，他不戴护膝根本就不可能。我也会经常看见迅姐就是在现场就要做一些舒展运动，就撑一撑手啊。所以其实一天下来，穿那个衣服走那个路，戴那个头饰，也挺累的。动作，现在在你基本站姿基础之上啊，一起来，跪。宫女特别难，每天都得站着，而且还要有一个形体，腰酸背痛腿抽筋，拍完了立马就爱拍呀，捶一捶腰啊。我站了8个月，我觉得我现在特别强，我的腰肌，所以就觉得太不容易。周迅老师的第1天拍戏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俯身3拜。当时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没有关系，你就告诉我怎么做就可以，因为你是礼仪指导老师，我就听你的。我就跟他做了那3个动作，做的特别完美，比我示范的要好。周迅是我最喜欢的演员之一，他是艺术家级别的，但他能够看这些人去指导他的礼仪，甚至于指导他演戏的过程中用一个什么样的礼仪来演戏，这个是很难的。我们的礼仪指导要有一个什么样强大的内心，然后周迅老师他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包容温暖来鼓励礼仪指导。其实我的礼仪真的太少了，我是算比较幸运的相对来讲他们会很辛苦，其他演员他们随时都要有那么多的大礼，而且他们这些妃子要跪下什么都不容易，因为他们的衣服很长，还要配合对白，配合情绪，其实是蛮不容易的。有一场封妃的时候，那个大典，一提气都要做，哎呀，这个挺难的，这跟瑜伽似的，一提气拜就很细很细的。行6肃3跪3拜礼。1肃，肃就是7起，每个肃就是7起啊。1肃，跪。6肃3跪3拜大礼，这是真累。6肃就是提气，跪下来，再提气，再拜。然后站起来，这是1轮，要跪3次。2肃，拜。行。要一直提气，然后跪，那个头又很重，就是所有的这个顺序很难记，而且过程特别的长。还好没在古代，要累死本宫了。但是我觉得那场拍的真的是特别好，特别好，整个画面特别的整齐，然后他们的动作呢做的也非常的端庄，然后气氛也非常的肃穆，整体反正看起来当时我觉得很惊叹，真的很惊叹。一进宫的时候对皇上行礼的时候就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双手这样子，然后咔搁在胸前这样子。作为导演，作为摄影师，如果懂戏的话，他想要什么，必须得灯光合作。导演在拍每场戏的时候，都会站到一个角度，他看光他就知道那边再上去一点，那边再下来一点。往这片打，看这片，所以看前后都有了吗？好，来预备，开始。停，好。拍你的手得了。
坝上的条件相对比较艰苦一些，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比大队要提前2到3个小时，然后去做准备工作。兄弟姐妹们都开心一点啊！舞蹈演员也要面带笑容。来，预备，开始音乐。当天我们去到坝上之后，看完场景，然后第2天就要拍了。导演说：“那我要20个摔跤手，18个马头琴，还有一对那个蒙古的那个稀有的那种鼓啊，然后还有那种塞，然后舞蹈演员我要20个舞蹈演员。”这个舞蹈主要是我们蒙古族的安代舞，蒙古族人就是家里来到远方来的客人，我们要隆重的招待的时候，我们姑娘们就会跳起舞来，就是表示对我们客人的一个欢迎和对自己一个热情的表达。感谢这些所有的工作人员，我觉得他们为这个戏贡献了很多，也很敬业，也很专业。古装戏，尤其是长篇古装剧的一些经验，它可能跟现代戏的操作，它确实是不一样的，也包括甚至跟人与人之间的打交道了。就是我们这个戏呢是古装，拍摄所选的场地都是景区，这种景区现在是游客旺季，就是每天都有很多人。还有就是我们这些明星演员，他们的造型啊、服饰啊，都是不能向外透露的。你们都跑来干嘛的？我们跑来看华哥的，我们来看华哥，来看华哥。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不能让游客能近距离的到我们这来观看，我们就需要把这些游客聚到我们拍摄现场以外。其实我们这种制作的话，都是所有人一起拍出来的，不是一个人拍出来的。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感谢导演和我们的美术。然后他因为这样的大场面是完全靠他们来营造这个氛围，有一些这个江南的秀丽的这一方面体现一下。其实更多的是把整个这个发生在北方的这个清朝戏里面加了一些其他元素，让整个戏更饱满和丰富一下。这是后期效果图。对对对，到时候咱这个船从远处这样划过来，我们这个机位摆好了，然后呢，船是从那边，就是那边有排那个位置，从那个位置摆好位置往这边行驶。再稍微远一点，再稍微远一点，靠远一点，靠远一点。小船是怎么横着摆呀？凤船位置再往前。下江南的船队啊，船队因为像我们这个戏里面真船就是有2艘，一艘是皇帝船，然后一艘是皇后船。那像其他一些妃子船了，包括太后船了，包括一些兵船了，这些啊随行的一些大船队，这个是我们特效来呈现。包括他南巡是吧？船队啊，包括在苏州的那个码头，他下船呀、上船呐、街道行进呀，就是想更宏大。不同于一般的那种，原来就说乾隆经常南巡，都是微服私访啊，不是那样子的感觉。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千岁千岁千岁！我们说写意也好，我们说这个有一些浪漫的，或者我们说在表现形式上有一些抒情性或什么这些东西，或者不那么的落地，或者不那么，甚至我们到最后还有点魔幻的东西，包括要从影像上的感觉呀，从场景上啊，我就想，既然接着这个戏，就要有突破虚构的历史和真实的幻象相结合，接受挑战，就是把它弄得更好，最好。我们《如懿传》是从北京转到坝上，再从坝上转回北京，再从北京转到苏州，苏州再转到余姚，余姚再转到横店。从艺以来拍过最长时间的一部戏，基本上经历了春夏秋冬。那时候夏天特别热，然后我们棚里面也特别闷，然后现场还放烟，然后灯光照着我们，又戴着毛领，然后迅姐捂着棉被，我在那儿烤着炭盆儿。位置特别冷啊，坐好的位置。我的脸都已经涨得通红通红了，但是我们还要演出来瑟瑟发抖的样子。喝了姜汤暖和多了，阿若你也把姜汤喝了。
但是那场戏经常拍着拍着，我跟迅姐都特别爱出汗，然后我们就流汗，然后导演就拍一会儿就喊停，然后擦汗继续拍。只要拍雨戏跟水有关的戏，天气就特别冷，降温10度都有的。拍戏那个时候会特别辛苦，而且因为我皮肤过敏，对那些水在身上在脸上特别难受。我可能要先上一层油去隔掉一些跟水的缝隙，然后会有保鲜膜打底。不怕雨不怕风，军大衣搭配毛巾。哎，塑料袋已经拿走了，刚才还有塑料袋。现在感觉还冷不冷？不冷，我们凭着一个热血的心在拍戏，我们一直都不冷。但是没办法，冷就还是会冷。这个比较对，工作是2个人这样过来过去，那都有一个跟着亲的。其实完全是要跟戏走，跟情绪走。不管雪呀、雨呀，基本上都是咱们人工去做，就要提前的去找它合适的那种位置。马上拍了，现在觉得好重啊，衣服好重啊。很费功夫，而且呢，雨的大小，一会儿雨大了，一会儿雨小了，或者这边有了，那边没有，你就要不停的去调整。就说演员其实有时候，你给他一个好的氛围，其实他是非常愿意演好。有雪有雨，雪机的位置啊，都是我跟他们去定。我说镜头在这儿，你下雪的机器在这儿，你从这儿开始给我下。你这撒的是什么东西啊？碘化盐。碘化盐，你是用它做雪吗？对，用它做雪，道具雪。有问题大家一块想办法，不管是我们的导演还是咱们的主演。我们每拍一场戏都会要有一些烟雾缭绕的感觉，就会拍出来质感上面会比较好。每天都会熏那个咖啡豆的味儿。咖啡的这放烟的这个是我带进来的。我说先这么点着，然后拿这个小风扇，看这么吹，烟就出来了。原来他们说拿烟饼，我说我不同意，但因为你放烟不是1天2天啊。如果都拿那烟饼就是松香跟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化学物品弄在一块的，跟你这个咖啡豆自然的燃烧，它毕竟还是不一样的吧。然后一熏就是1天，本来特困，然后一熏那个味儿就醒了。这个是我比较高兴的，能为大家能做一件事情，而且呢我自己也比较受益，自己的健康也没有，也得到了一种保证。为了防止这个木柱子不被烧掉，所以说我们就提前把它打湿。我有时候有一些包括场务放烟都得要配合合作。每一个部门其实包括你常务，常务帮你弄个大炮，弄个轨道，弄个必须的，就包括你景道具。快点，点水！我上去救的时候，李玉拦着我不让我上，他一抓就刚好抓到我的辫子，就把我的假发全给拽下来了。然后我跑过去，发现自己头发没有。准备。因为那一天拍自焚那场戏的时候，其实是大概我已经连哭了第6天，那1个礼拜对我来说是特别难熬的。我在想，一个人到了那样一个状态，跟已经做了这样的决定之后，你还会哭得那么激烈吗？我其实自己觉得他可能都有点哭不出来了，我就把自己陷在了一个很空的一个状态。哇，那场放火的戏是真的，我觉得我们那个火放的好美啊！我还是希望还原一个真实的环境。如果说你的剧的前提风格是一个
古装正剧的话，你没有这些东西是不行的，你必须要有生活细节。最大的挑战还是找到一个属于这个戏的独特的一个美学观。这个罐子从顶上看是个罐子型。跟导演合作，觉得挺难得的吧，我觉得特别好，而且对美术这边呢是给予非常大的帮助和认可，因为他给了我们很大的空间。找到，然后我要跟导演要交流要得到共识，要跟执行部门要把我的这个感受要表达出来。美术这块是韩老师给了一个《如懿传》一个世界观，然后呢，我们是怎么去丰富每一个世界里边的城市，这些细节的工作。你要进化，进化看一眼。等会儿，他还不能，这样说话不行。那这个是还得靠近弦吧？韩老师那个擅长就是大，就是他就是要把它做大、做好、做完美。但是这也是我想要的，也是汪导要的。其实就是度，我觉得把握度是特别难的。乾隆盛世是封建社会最辉煌，或者是它一个顶峰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的国力是最强大的嘛，那我们就要把这个东西要强调出来。从颜色和质感的两方面吧。皇宫里面呢，韩老师概念就是说，他想做一个比较强烈的对比，他觉得可能在整个北京城里面，这个紫禁城应该是一个金字块一样的这么一个状态，闪闪发光的，和周围的这些普通的百姓们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在这个基础上，你给我尽量的华丽，前提是你不能假，你不能做的一个让人参观的一个地方，而是嫔妃们、皇帝真正生活在其中的一个环境。他其实除了大的世界观以外呢，跟我们提到就是乾隆盛世嘛，就是说丰富应该丰富到一个什么样的极致。对，在这里面给我们其实灌输了好多设计的中心思想吧，然后我们沿着它这方向整体往下去走，再落实。它让我一点一点的去把这个整个空间立起来，这个是觉得特别难得。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从基础地基开始，木工、瓦工，然后后面的就是雕刻工，加上最后的效果。每一个场景实际上就跟东西12宫都不同，看似是一个紫禁城，它不是一个复原，不是一个写实的。一共搭了有6、7个景吧。其实我们改景的这个量其实也很大，也是本着一个原则，就是汪导聊过，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小景或者散景都要按照主场景去对待。其实每个景都有一些现代元素的融合吧。我们构架这个戏的美学原理，或者是叫物质的世界观，都是一个假想的，我们还是属于一个写意的一种工作方式。大的风格确认了以后呢，然后会做一些制作图的这个设计。这些呢，我们都是根据在这个宫殿里面住的这个人物做的一个贴近人物性格的设计，希望把人物的性格，做得更饱满一点吧。3位新人向皇后娘娘行后拜大礼。臣妾请皇后娘娘安。翊坤宫一般都是皇后来住，里边有几个元素强调一下，就是第一，里边没有清朝的瓷器，我们都做的是宋代的5大名窑。第二个呢，就是里边有大量的这个竹子，就是竹器，它的体现出来的这种味道比较雅致，到处都是清雅之气。第三个是一个就是如懿作为皇后之后，她背后的一个非常大的一张画这个画我们是刻意的按照郎世宁的那种笔法，特意的我们要画了一幅，就是2个白色的孔雀，白色不言而喻，是要就映照着这个如懿的内心对这种纯洁爱情的一种追求。第二个呢，就是它是一对儿，也想这个就是映衬着这个如懿心里边的一个追求，她是希望是一夫一妻。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把它做成孔雀，孔雀是反鸟，也就注定了这个如懿不能称为后，就说这个她不是凤，这也意识到她的命运。
如意的一生也没有真正的作为皇后下葬也好，或者最后给她的这个谥号都没有成为后。拿续米来说吧，就是他因为对人物整个他沉浸在其中嘛。之前我们聊过一次这个翊坤宫的屏风的事儿，这个创作本身讲，他还是希望我们每一样道具在他心里面是能够打点的，他的直觉可能更敏锐。我们也希望说，通过他的一些反馈，在创作本身上，我们有些新的一些想法。生活细节是大量的积累，让这个戏观众相信。我们喜欢用气场这个词哈，因为这有很多东西没办法名状它，但是它就是形成了一种场，这种场它真的是可以感染到你。美术我还是挺喜欢的，翊坤宫和那个延禧宫，我都挺喜欢的。北京的延禧宫最富的，占地3000多平米，然后我们整个搭了2进园的一个宫殿。其实这个有3个月，整个布置好，从前到后。如意进宫之后，就是说给他分到的是延禧宫，一个是离皇帝最远，还是呢相对来说是最普通的，但是这个普通绝不是平庸，而是那种含蓄。如意比较早期的那种，他对爱情的那种感觉很纯粹，那种细腻。耐看，做的是这样的一个方向。现在的这个延禧宫已经在大概180年前吧烧掉了。为什么我还是说这是个写意的一个东西啊？就是我们所做的这种方式，全都是抓住了这个意或者是神髓，看起来像。延禧宫的有一个主题叫双生，什么叫双生呢？就是所有的物所有的这些东西呢，都要孪生，这就是暗合了他们人物关系，就是希望他们是一个生死相依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在里边做的设计的时候，就是刻意的做成一对一对的，这个就是延禧宫独特的灵魂。这一块它整个的其实这个形状是一个莲花的一种形状。如果光那么打过来的话，这个开口就是一个莲花。其实这个在故宫里边没有这么做的，但是你现在看的并不突兀。这就是一个神髓我们不是照抄，主题要更突出的是那种姐妹情感，所以呢，我们做的这个莲花也是并蒂莲，就是双生莲。延禧宫是这个就是如意早期的一个宫殿，跟它那些宫殿比呢，这个就是偏老一些，偏旧一些。这边呢就是卧室，讲究呢就是色彩，除了灰色，然后就是青色。你看它这个色彩面料的那种珍贵缂丝，过去的讲叫1寸缂丝1寸金。预备，开始。我们做的任务还是那个嘛，就是服务于拍摄，根据这个人物的特点比如说如意就是需要，他那种雅致，要从这个细节里边看到他的与众不同。其实我们最喜欢可能是朗华的长春宫，非常的写实，非常大气，做得非常精细，特别美，超级美。就从镜头里面去看它那个层次感、景深，真的很好看。这是写意和写实结合在一起了。他用的深蓝色的那个纱，透出去特别好，很持重，但是有质感又特别好，拍出来光一打，它那种氛围就特别舒服。1、2、3，1、2、3。小心，去信饭店，狠狠掌那帮奴才的嘴。朗华呢，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所以他的房间呢都是比较重的颜色。我们拿这个，比如是深绿、深蓝、深咖作为黑色来用，然后里面再加一些金线、金丝金色的一些图案，然后到处都是凤，因为它到处要体现自己皇后的这个独特的这种位置，这也是他内心的一个写照。所以看似那种朴素简约，这都是给人看的。真的是按照那样的色调，包括比较稳重的那个劲儿吧，可能不见得很多人都能接受。皇后就是不一样，就是它的那个颜色虽然暗，但是暗的很高级。那我们做的就是要她的母仪天下的那种姿态，她所有这样的姿态都是演戏。好，3年1次。养心殿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戏的一个核心。实际上讲，纵观就是古今中外权力最大的一个人就是乾隆皇帝。我们就要夸张，就给这个人物提供更准确的一个环境。导演的镜头下的养心殿，
是很漂亮的。我在养心殿，我都惊呆了，我说哇塞，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就是很多细节，很漂亮。有稍微华丽一点的，也有稍微朴实一点的，是乾隆看书的地方，比较修身养性的地方，都有不同的感觉。然后我们大致呢是这样的一个设计，一个纵一个横。西暖阁呢说的是纵，就等于是中国历史，把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文化特征或者是那种物件，把它给做到极致。东暖阁呢是偏阳，就是等于就是在那个世界上全球能见到的高科技，或者是有全球那种感受的，他说的是这个横，就是横向。最难的就是养心殿的东暖阁，韩老师对这儿的要求是很高很高的，大到这个灯，小到一个手把件儿，韩老师都要拨木的。个人最喜欢就是咸福宫，因为就是高希月的那个宫。高希月我们给它设计成了一个黑化版的林黛玉。我当时一进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美术老师非常厉害，想隐约的体现这个高希月他对于这个音律的一个精通的这样一个点。这个其实但不会真响的，要现场给他拍摄。棒棒的。因为我爱弹琵琶，他们给我做了一面墙的琵琶，就挂在那上面，其实是个非常好看的背景，然后也体现了他的这个才艺的部分。因为高希月是一个体寒的人，气血虚弱，他的那个桌子写字的桌子是跟别人不一样，他比平常的高一些，中间镂空有些眼，他可以在里面放炭，就是你坐在那儿的时候脚是热的。他平时坐的一个座位，我们下边是设计的是有一层这个台子，它就可以放那个炭盆烧炭来取暖。它这个里面是可以放一些什么艾叶啊，或者是中草药啊，就是把高希月的这种特点展现的淋漓尽致。自行一次，准备，开始。是个陷阱啊！陷阱。他是从这儿，大家看一眼。他就过来，往这边来。对，因为魏婉很浮夸，就是恨不得把所有东西都戴在头上，然后穿好看的衣服，就是只要皇上能看见自己就行。按照我们的这剧本的人物来要求，把它给做成水粉系列的一个环境。我们在这个他的宫殿里边呢，就强调的是颜色、色彩。所以他的宫里就是在几个妃子当中是颜色最暗的。你进去在里头。挂了很多绿色的帘子，然后还真的是有蝴蝶，然后小鱼缸还特别有情趣。假装那边还有空间，你最后一站完全没有。准备，开始。微尘不变久留，先行高飞。有些纱看你怎么拍，意境给的特别好，因为它很多层的帘子，然后会有很多朦胧感。哪怕是一个幔帐，哪怕是一排烛光，就能感觉到环境给演员的刺激，就你能相信这个环境，而不是觉得是造出来的一个景嘛，不是的。后来的几个宫殿都是蛮不错的，冷宫呢，做的就很细致。成就感就是冷宫啊，交景的时候，当时这个汪导说了一句话，说这景还行，我觉得这个挺难得的，很难听到他说这样的话嘛，就是可能他的要求也比较高，对。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尽量的用有限的时间去做无限的事儿吧，呈现一个像清宫戏，又不太像的这么一个夹杂着现代元素的这么一个乾隆盛世的背景吧。物件写实呢，也还是属于感受性的写实，并不是那个东西去针对的。我们只能说是看起来像，就是它的感受是写实的，就是味道对。我们这个戏就是刺绣，也有手工的，还有一些
别的加工的方式做的这些东西，还有景泰蓝这个戏我们用的都特别多，还有缂丝，这个我们用的量都比较大。比如迅姐盖的那被子，就我们从苏州买了好多缂丝嘛。对，因为我们也希望说，在演员脸周围啊，尽量去找一些好的面料，去给它做一些近景特写的拍摄，来丰富一下我们想要表达的这个质感和材质。很多件东西吧，我们都是尽量按照古法去做，更贴近那个当时的工艺。制作道具的量大概在8000到1万件吧。我每次一走到那个场景，都觉得哇，好豪华，而且很多细节做得好，做得细，而且呢还有很多真材实料、有质感的道具。韩忠老师工作比较较真儿，我们所做的东西特别的细，因为也怕有瑕疵搁在画面里头。其实像这个都是我们收的古董，没有100年、80年了吧？真的，这是真的。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有质感，所以我希望他用古董，因为肌理这些东西是很难做出来的。哎呦，你在拍上去的时候，在给特写的时候，你心里特别舒服，那个质感特别好。我们在演的时候都是真的要保护它。我觉得最有挑战就是这个马车，就是皇帝出行去打猎的这个马车，以及皇后那个马车。工期也短，而且制作量也比较大，工艺也复杂，所以这是比较有挑战。真正能在水里边能开的船，在苏州我们做的那个3艘大船，既要保证美术的制作要求，另外还有一个保证人员的安全，因为毕竟是在真的那个苏州太湖里边。因为当时我们制作的时间是非常短的，然后我们是在外边加工预制。然后在安装的时候，处理有一些实际的一些困难，比如说在路上运输啊太大，我们做的。来，往里说。台前边劲儿多，但是后边克服了。韩忠这次的分寸把握得很好，就是写意和写实之间，唯美和真实之间，做了一个很好的平衡，很华丽。但是这个华丽不俗，这个美术的感觉是走在很前面的。每一个工都让我吃惊不小，它没有一个角度是不能拍的。关键是它那个场景拍出来的，它那个颜色和我们的造型很统一，你会觉得有历史依据，但是同时又有不俗的现代品味。他们希望做不一样的东西，希望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创造。每天要面对的东西啊，让今天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状态去面对。当这个镜头拿到手，从无到有，到最后自己一步一步，从建模了、材质了、打灯光了，还有合成了这些，一直到最后呈现出来。制作人员对于一个特效人员来说，它是一种内心的一个满足的愉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认真创作的团队体会到各个方面每一个演员的表演，我们的场景的设计，包括拍摄，这是一场视觉的饕餮盛宴。我觉得，这个昂贵对我们道具来说，每一件东西都很昂贵，这不止它的本身的这个价值，是我们所有弟兄们付出的这个昂贵。这不要再这么轻易的产生这个满足感。我还是希望是看到一个优秀的剧目，而不是一个局部。这是一个浑然一体的一个艺术作品，希望观众能够从这个戏里边找到一个总体的感受。我觉得其实他一直都在坚持，不管对谁。他在宫里那么久，但他并没有变，不忘初心吧，那么一个人。她是一个宫中少有的非常有个性的女人。如懿不会妥协，不会因为任何人妥协。我觉得她不适合在古代生活。她是宫中敢于说，我就是要做自我，我把我的直抒胸臆想表达出来的一个女人。臣妾陪伴您多年，
自以为和您有心意相通之处，臣妾是真的不能明白的。皇上，您就当臣妾不懂您，臣妾的话也白说了。她深爱着皇上，但是她坚持着自己，她是一个现代女性思维，独立自主、坚强、很倔强，不需要依靠任何人。万一一个夫君只有一个妻子，没有任何妾室呢？郑恺，你是傻吗？啊？怎么老想着王世宁的闲话？太后和如意可能的共通点是我们都有过自己的初心，不同的点，我觉得是如意比我更执着，好纯净的一颗心。就是说，跟皇上其实也是一生一次心一动，他真就是这一次。在宫里有那么多人害他或者什么，但是他通过自己的方式，就是选择和面对。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他明白深宫的法则，但是他不屑于去用。如意是非常有底线，不会去争什么要什么。你是出身后族，又有皇上的情分在，如果真有继后，也应该是姐姐你啊。我从来要的都是情分，而不是位分。他是很明事理的，他懂得一个人的德性是什么，不冤枉谁，不去制造那些没有的东西出来去害人。他的性格是还是很正直的。主儿，皇上特意派人送来的礼物在外头，您去瞧瞧。绿梅非常难得，骨骼清奇，其实很像如意的那种性格。她不会去为深宫的这个环境去改变自己的本性。两心之间梅香一缕，绿梅难得，皇上的心意更难得。他喜欢梅花是因为寒风里是吧，彻骨是吧，才能闻到花香那个。因为他喜欢的是南方的梅花，他到了北方他活不了。我记得后面还有一场戏是跟皇帝之间的一场戏，就是讲到如意，其实他就来错了。也许他本就不该是这宫里的人吧。如意就是说，其实我是不适合在宫里。他的性格是贯穿的，叛逆也好，他什么也好，他是贯穿始终的。他应该是自由的，他喜欢的那种自在安然，他对感情那种坚持执着是不会变的。你还年轻，不懂世间完满的美好，太难了。若能如意，便很不错。苏丽云其实在很多时候是一个没有攻击性和没有伤害性的这样一个女子，所以她和如意的关系就是属于那种比较熟的朋友。到中期的时候，兰华走了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比较熟的朋友因为一些利益发生了分歧。哎呀，我也抚养永皇这么多年，知冷知热的疼着，闹了半天，还是不如你。祭酒礼已过，大家休息片刻吧。本宫让御膳房熬了些八宝甜汤，大家都可以用一些。在后期的时候，我觉得就非常坚定地站在了如意的背后去支持她。对如意是喜欢，然后崇拜、敬仰，反正就是当成姐姐一样。这里也有台词说，皇后娘娘就像我的姐姐一样，她是真的很喜欢、很依赖她。但如意对梅若，我觉得可能就是关爱，因为她毕竟是小嘛。然后还有就是梅若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多坏心思。我记得娘娘曾与我说过，皇上是您的少年郎。和如意可能有一种惺惺相惜的那种感觉，因为如意她也说她曾经有过一个少年郎，他们曾经非常的美好相见。其实她也没什么要求，她就是跟如意一样爱一个男人。自己心爱的人没有了的时候，就是要自杀，但是皇后娘娘就是劝她活下来吧，跟她讲了很多的道理，在那一刻可能给了她一种力量。那在深宫里面可能没有其他人跟她说一些肺腑之言，只有皇后娘娘跟她说她是
非常的感激他的。他之前在皇宫里面都是从来不对任何人行礼，但是他面对皇后娘娘，他还是会非常尊敬的说给皇后娘娘请安。而且相见也是一个比较重情义的人，他说以后的话，我一定会不惜一切，我都会偿还。所以他跟如懿是有一种那样子的情感的吧。哎，欣姐，我的女神，第一次跟他我们两个就单独的对手戏的时候，我这样扶着他，他这样手搭在我上面，我是站住的。欣姐说你不要抖了好吗？你一抖我也紧张。不是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索性都愿意去为如懿做。其实索性就是一个如懿身边的连接各方面这样一个桥梁，跟江雨冰的这个关系和李煜的这个关系，导致他们最后都非常忠诚于如懿。如懿娘娘这个人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因为我还有点喜欢索性，我也会对她的主子好，因为她的主子好了，她才能好。后面有一场就是如懿帮我上药，在宫里一个娘娘会给一个奴才蹲下来上药，我觉得那场戏是她彻底的走到如懿那一边去了。